有位 B 站粉丝在景区附近租了辆无人机，然后在操作过程当中不小心撞到电线，炸机了。看一下怎么回事。方工你好，景区租的无人机操作失误撞树上了，外观有问题的地方自己已经修复了，云台排线加机壁，最后发现无法开机，灯可以一亮，经常看你视频，给你投币点赞，希望尽量优惠，感谢。这一台是一台迷你 4K， 他说外观有问题的地方全部都修复了，包括这个云台还有机壁他换哪条壁我也不知道啊，反正看着好像也没问题，还有排线啥的啊，这个拆开看才知道。现在他说灯可以亮，好，但是无法开机，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哎，是可以亮灯了，看，可以亮灯。好，按下去，哎，这个灯不跳的。再来一次，哎，不跳的哦，这就有点尴尬了。难道就是这样子不开机吗？说实话，这个机器我还没开始检测啊，我看它是迷你4K，直接拉来就拍视频了。只能拆开看一下了。这个按键感觉没问题啊，弹性挺好的。如果有问题，我按第一下它也不会亮的，说明按键应该是没问题。拔掉电池。寄过来之前啊，这位 B 站粉丝朋友啊，提前打电话跟我沟通过，他说他炸机之后啊，自己没修之前还能开机的，然后把东西换完修好之后发现不能开机了。他自认为自己的动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很有信心，在我们店铺把所有配件买齐了，买齐之后装上去发现不行。看着好像还好，整整齐齐的。第一步就是验证一下是不是像他说的啊，其他地方都搞定了啊，只是这个核心板这里不能开机，先验证一下。OK 啊。拆下这个核心板来观察一下啊，看有没有变形啊，或者是掉零件之类的。OK 好，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拿出一块我们准备好的核心板，它的是迷你 4K 的，我手上没有迷你 4K 的，但我有迷你2的通用的，拿来测一下它的机器没有任何问题。把我们这个包好的核心板装上去，看一下什么效果。A few minutes later， 再来开机，哎，可以换我的核心板可以。那大家看到没有？云台这边也是可以的啊，它歪头是正常的，因为那个主板里面的数据不一样，所以它会歪头。但是云台是有力的，那大家看到没有？这样子目测过去，云台也是可以。就有一个 IMU 需要校准，这个是正常的啊，因为换了之后主板的数据不一样，然后其他的报错都没有。你看，我云台俯仰都可以控制，确实没问题。OK， 那我们重点就来看它的核心板了。先关机，看一下它这核心板的细节。它是有说过一个细节啊，就是它在拆之前，在换东西之前，它是能正常开机的啊，甚至他都开机去看了一下它的报错，然后他把东西全部换好装回去之后才不能开机，大概率是人为的损坏导致的。拆装的过程当中，看哪些小元件被它弄掉了啊，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它这个外围，看有没有掉什么小的零件。然后这个屏蔽罩子他说他没揭开过，他也跟我说了，那如果说没揭开过，我也不用揭开看了，我主要是看它这个两侧的外围，看有没有掉小元件的地方啊。电源芯片这附近呢有这个散热硅脂挡住，那我把这个散热硅脂先挑开啊，挑开看一下啊，不要错过每一个细节。像类似这种核心板的故障啊，一定是要先听客户啊怎么去描述这个问题的前后因果，是吧？问的越详细越好，对维修的帮助就越大。还有这个地方有散热硅脂，也把它挑起来看一下。OK， 再看一眼。If you want to buy drones, action cameras, or repair parts, you can enter the website address jangyao.com into your browser to enter the store. All kinds of pots, cameras, and drones are here. Enter the discount code JANGYAO at checkout for a hidden bonus. 反面再看一下。1 hour later， 看了很久啊，实在是没找到
有哪个地方掉小元件或者异常的地方，真的实在是没看到。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单板开机看一下它现在是什么电流，先看一下，先焊一条开机线上去，它的开机点位在这个位置啊，在这个位置，正极夹好，然后负极随便夹一个螺丝孔。电流表这边呢，我一般像这种迷你2、迷你4K 的板呢，都是用的7.4伏的电压啊，电流的话2按就够了，然后直接打开看一下是什么效果，然后按下去，0.04啊，这个是没问题的，这是对的啊。按下去再开，没有任何反应啊。点开，再来，始终卡在0.04啊，这个电流这里上不去啊，感觉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啊。这个按键肯定是好的啊，如果按键坏的话，我按第一下它也没反应才对啊。按键100%包好啊，所以跟按键没有关系。可能要看一下点位原理图啊，看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像这种迷你2、迷你4K 的这种核心板，它的供电原理啊，初级电源进来之后，2级电源就要经过 CPU， 经过 CPU 之后才能完整的开机。刚刚那个电流现象，也就是卡在初级电源跟2级电源之间，感觉是无法跟 CPU 取得通信。像这种情况啊，大概率啊就不是短路了，它是断路。断路导致的这个现象，恰恰也跟客户所描述的呢也相符啊，因为客户说是拆装完之后变成这样子，那拆装完之后，那大概率就是可能哪个地方给它弄到就是断开了，但是呢我们外观并没有看出什么明显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查下这个点位原理图。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点位原理图啊。我没有迷你4K 的点位原理图啊，但是有迷你2的啊，大致都差不多啊，就看迷你2的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刚刚是按下开关键的一瞬间，这4盏灯啊，就是这4盏灯会亮一下之后再次按下去就没反应了。当我们按下开关键的一瞬间，它是通往哪里啊？我们就找这个开关按键，好，正面好像没有看到有通的地方，看一下反面。好，反面有啊，通向了反面这一个点，这里有一个点，然后这个点又到达了这个2个2极管这里啊，这2个是在那个板上面看的话，应该是2极管啊。然后2极管的两端，我看一下都到哪里。这个2极管通往了2个，这个应该是电阻，然后这个2极管通往了一个3极管跟一个电阻。再看一下它有没有再通往别的地方，只是通往了这个3极管还有这个电阻这边。然后我们先看这一边啊，先看这一边2个电阻，看这2个电阻跑一下它这个线路啊，跑一跑。第一个电阻的话，直接就通往了这个 CPU， 它就与 CPU 有通信啊，就跟我说的一样啊。第2个电阻通往的地方非常多啊，看一下啊，也通往 CPU。一开始通往的这2个2极管跟这些电阻啊，都测量一下，看是不是正常的啊。根据这个思路去测量一下。刚刚看到反面2个2极管，就是这2个2极管。万用表啊，打到2极管档啊。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量啊，去量一下这2个2极管，600多，300多，然后我们直接量一下2极管啊，看一下2极管一般是正向导通，反向截止，但是在路测量的话呢，可能你两边测量都会有阻值，也不一定啊。现在我这样子去测量的话，它是没有阻值，那我反过来呢？反过来有阻值啊，没问题啊，那这个2极管是好的。再量一下另外一个2极管，有个阻值，反过来测量一下，反过来也是没有阻值啊，说明这2个2极管本身是没有问题。然后接着下面有连一个3极管。3极管还有下面2个小的电阻啊，我们再来测量一下。3极管
OK 啊，有一个阻值，再反过来测量一下，也有一个阻值啊，阻值不一样，正常的，这个是正常的。OK 啊，这个都属于正常的。再看一下这几个电阻啊，看一下它的阻值分别是多少。再先测这个电阻，哎，不对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我测第一个电阻的时候，这个电阻居然自己动了。你看，这个电阻自己跑动了，外观看着完好无损啊。我用万用表往上面一戳，你看，这个电阻位移了啊，那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了。因为这一个电阻恰好它就是在点位图当中就是通往 CPU 的，那这个电阻没焊好的话，直接就与 CPU 的通信就断开了，那这个问题就说得通了啊。直接把这个电阻焊回去，先把这个电阻给扶正，给它扶正一点啊。电阻本身应该是没问题的，给它加点焊油，直接用风枪吹啊，让它归位就行了。好，风枪开到个380度左右啊，风速尽量开低一点，然后直接去吹这个小电阻啊，让它自己归位就好了。用镊子刮一下，看有没有焊牢啊。OK， 没问题。就接一个电条板的排线就可以了。上电池，我们直接看亮灯的情况就可以了，别的都不用看了。按一下啊，本来就亮的啊，再按，哎，可以了耶，可以了，可以了。我感觉这一波要轻松秒杀了，兄弟们，花点时间把它全部装起来。A few minutes later. 花了一点时间，全部装起来了。我们上电来看一下，没有任何报错啊。试下云台俯仰，啊，非常丝滑啊。变个焦试一下 ，OK， 没毛病啊。打个奖给大家看一下啊。OK， 没有任何问题了啊，兄弟们啊，好久没捡漏了，这个算是捡漏了。这位兄弟啊，想夸他一下，手工确实不错啊，但是百密一疏啊，这个小细节他没看到，这个漏被我给捡了，实在不好意思啊，多少钱你看着给，我要去给自己加鸡腿了，拜拜。